派的救星，小波率的圣主486先生，台湾离婚率10%，月配离婚率8%，中配离婚率高达45%，利用中配洗人口，卖玉珍协力者，洗人口数率很惊人。卖玉珍越南来的，就见点，离婚就该遣送回大陆，启动国家机制各种行为。注销，都离婚了又不是台湾人拿什么身份证，根本辛辣脆啊！票投蓝白，架空未来。台湾人的离婚率43%，台湾离婚率18%，鬼扯！东南亚37%，差了2倍。陆配离婚率是52.45%，也没有他以为的10%、8%，造谣是完全乱造一通，好像台湾没有被洗涤人心。留言下面世界好像完全的相反，4个字啊，动荡不堪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台派的救星，小波率的圣主哈，这个独派的领袖486先生今天有一个精彩的发言哦。他说：“这个该终身立法，中配无法在我国有投票权，其家属不得使用我国各项福利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他贴了一个，他说台湾的离婚率10%，好10%，月配的离婚率8%，但中配离婚率却高达45%。”离婚人数将近15万，持续增加中，这就是严重的国安问题。中国在利用中配洗人口，卖玉珍救世协力者。香港那套路在台湾复制，取得身份后，其父母子女就可以依亲，洗人口数率很惊人，很严重的国安问题。立法领台湾身份证来放弃中国国籍啊，还有当了亲属只能探亲不能依亲。对啊，不能依亲啊。简单点啊，删除中配法，让全照外配，就跟外配一样，考试整合文件要放弃国籍，不能依亲。你写的北七吧？啊，如果要考试的话，请问对啊有什么难度吗？学一下中文就解决的问题有什么难度吗？好，再来。这个其实是把中配归为外籍法律啊，一堆怪事就没了啊！开了后门才会有社会的怪现象。你知道中配的法规比任何都还要严格吗？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甚至不知道其实不是中配就陆配啊，陆配的限制是远比外配还要严格的，他们连这一个点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啊！还有什么？感觉离婚就该遣送回大陆，感觉就见点。哇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一对什么？对，我认同。拿了身份证怎么办呢？我比较希望吊销踢回去啊，但最多就是启动国家机制记录他的各种行为吧。注销、没收，注销啊，都离婚了，又不是什么台湾人拿什么身份证。我靠，这妥妥的纳粹啊！这些人根本新纳粹啊！他们是完全以身份认同，他们是完全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家暴事件或者是各种侵害人权事件绝对会高涨不休，因为结婚之后你一离婚就遣送回去，那这些陆配一定是社会的底层。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小波绿仔他们的内心思考是非常恐怖的，完全失衡的。好，你看哦。他们心里觉得台湾这么烂，怎么不嫁去俄罗斯、北韩，偏偏要嫁来台湾，其心可疑。有大部分都是我连无底辛苦或者严重影响台湾风气，再把家人带来台湾一亲生两靠亲共的越来越多，台湾而已。这些人是傻鸟吗？说这是脑袋有问题对，而且卖玉珍其实他是越南来的，他是庄孝伟吗？他们还想趁台湾健保依亲后便可使用台湾健保，存心破坏。要查那些假结婚的很简单：一，绝大多数在台湾没有生小孩；二，是不是取得身份证不久就离婚；三，绝大多数在特种行业上班做台卖淫感觉都50、60岁，行情也不好，在台湾捞很久钱，一而两点是最准。一些公杀毁了，你有没有去？我们换一批立委重新定义结婚没10年没签下中华民国效忠书，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书，一律不能领身份证，没投票权。转身才能看见不同的视野的另一边，转念才能发觉生活不是只有一条线。我觉得既然敌国叫禁止敌国嫁娶过来，台湾不该给这种吃里扒外的政党政客任何机会。是所以美国人就禁止美国人跟中国人结婚吗？好像台湾没有被洗涤人心。在他的这个留言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跟你所想象所看到的世界完全的相反。这一篇他发了2天，得到了多少？得到了 1.6 万个赞，1220则留言你不觉得非常的荒谬吗？
什么叫一拿到身份证基本就理？小孩不要寄钱回去都是这样，是这样子吗？你确定每个票投蓝白架空未来？当初民进党选前广告验证这句话，很多人不当一回事。如今的广告看来都是预言，当台湾真的好辛苦啊！要对抗这些害台湾的假台湾人，你才是假台湾人吧？马上有人说，执政党是绿的耶，可是乱保都蓝白耶。执政党是呢，控制蓝白独大立法院嘛？立法院最大党是谁？那过去8年，你民进党完全执政，5院全部你控制，大法官15个全部是你的，你脑袋是有洞吗？但是他们还真的这样想，鸡蛋一旦煮熟，就永远不能变回去了。当年伊朗在巴列维王朝手下，人民滋润生活啊。霍梅尼上台之后，霍梅尼就是指这个伊朗前最高领袖了哈。伊朗人就当是当年霍梅尼投票一样，水变成眼泪。巴勒维王朝，伊朗人很幸福的话，巴勒维国王为什么会被推翻？为什么伊朗人去反巴勒维？很简单，其实他脑袋瓜就一件事情嘛，因为巴勒维是美国挺的嘛，所以他就是支持美国挺的就对了，他是一根筋通到底嘛。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充分认知。好，我们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在内政部的资料里面，你可以很轻松的调到总结婚人数在112年，也就是去年度2023年的时候是243986人。离婚人数呢是104608人，其实数据看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有一点点。这里呢还包括本国籍的，包括大陆地区的。那我找不到，我用东南亚为主。486先生所说的是越配是离婚率是 8% 嘛，台配离婚率是 10% 嘛，中配是 45%。好，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台湾不论本国籍、外国籍的总离婚率是 42%。其实你看到你惊呆了，台湾现行离婚率是 42%， 算起来台湾人的平均离婚率是 43%。所以486先生的第一个巨大的谎言就是完全被答案，台湾离婚率 10%， 鬼扯！台湾离婚 43%， 他真的做这种造谣的行为啊，垃圾行为啊，你具有影响，你影响了16000个在1230则留言，你一点对你最基本的查证都不做。东南亚籍的37%，也就是说东南亚人的离婚率是37%，也就是说8633人结婚，有3263人离婚，在去年一整年度 37.7%， 37跟 8%，8432报40，差了345倍。陆配一年结婚人数是7500多，陆配呢是非常夸张的。陆配的离婚率是高达 52.45%， 所以他说 45% 的高离婚率是没错的，但是台湾人的离婚率是 43%， 42% 是总离婚率，台湾人一年有 42% 的人离婚，台湾本国籍的有 43%， 东南亚籍大部分是越南籍的 37.7%， 陆配离婚率 52%， 所以他唯一说的一件事是陆配离婚确实很高，比台湾人高了9个百分点，没有错。可是也没有他以为的 10%、8%， 所以造谣是完全乱造一通啊！最简单的数据随便调，我真的很简单，我就是拿出来。我刚才在算的时候，我们小编还在看，他说你在算什么？我就说我在看那个他的那个造谣有多夸张，因为我看那个数字我就知道有猫腻嘛。然后我们小编跟我讲我们2号跟我说，他说他那个读书的时候就30几%了，现在只有更高，又加了10%，所以台湾迟早离婚率要破 50%， 迟早的。真的是非常的疯狂的一个世界啊！那也可以看代表一件事，就是台湾现在的社会就是4个字动荡不堪台湾现在社会动荡不堪所以还有多少人信奉传统的婚姻价值呢？我相信年轻人几乎是非常非常少了。这也代表说台湾社会的价值观的解离的程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台湾有一大堆这个所谓的绿色侧翼，它正在混乱台湾、摧毁台湾、撕裂台湾、崩裂台湾，然后从台湾人每天在制造恐惧、害怕、仇恨，它正在真正意义上的把台湾从底层给彻底的摧毁，把台湾从最根本的意义上给摧毁，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些人到底在干嘛？这些人其实，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获得了巨大的流量嘛，他获得巨大的流量，那流量及什么？及金钱嘛。所以呢，487先生永远是那个胜利者，486先生永远是胜利者，而他的群众486加1们是最大的鲁蛇，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鲁蛇，可悲、可怜、亦可恨。所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今天就是我做的这个生态观察。